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是，结婚5年，萧晨出轨了。他看那个女孩子的眼神爱意汹涌，所以只那一眼，我就知道这个我拼命爱了20年的男人不属于我了。闺蜜圆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国外进修完毕，飞回国内的时间。她是学声乐的，平时特别爱护嗓子，说起话来总是轻声细语的，但在电话里却扯起了大嗓门。瑞玲，你老公不对劲。我深知他喜欢看推理缩小的特性，连忙安抚他，即使全世界的男人都出轨了，我相信萧晨也不会背叛我的。挂了电话后，我尽微笑，这是我爱了20年的男人啊，他怎么可能对不起我？刚想着，圆圆给我发来一段语音，熟悉至极的声音响起，带着醉意却呵护有加。你们别闹他，和欢胆子很小的。然后是起哄声，我听出来这是萧晨的几个兄弟间合伙人的声音。萧哥心疼了，萧哥吃醋了。要我说呀，萧哥和何欢就是天生一对，灵魂伴侣，谁都越不过去。一个温柔的女声响起，你们可别胡说，萧哥是有家室的人。一阵诡异的安静，录音到这里就停止了。刚下飞机，圆圆已经在接机口等着我，她冲过来抱住我。瑞玲，这一趟顺利吗？我点点头，回问她演出顺利吗？我们默契的没有提录音的事情。坐上车之后，圆圆先忍不住了。昨天演出很顺利，晚上我们乐队去庆祝，你老公就在隔壁包间，录音就是我亲自录的。闺蜜圆圆认真地打量着我，似乎在等我的抉择。我回到家的时候，萧晨正在睡觉，他长得很好看，已经30好几的人了，闭着眼睛，睫毛长长的，十足一个清秀的高中生。女儿被保姆送了回来，正在客厅哼哼唧唧找妈妈。我连忙出去，朝她张开双臂迎接她。女儿奔过来要抱抱，我对她做出一个嘘的动作，宝宝乖，爸爸在睡觉，我们要安静哦。她藕结似的小胳膊慌忙捂住嘴，然后冲着我嘎嘎乐。李姐，做一份醒酒汤吧，萧晨醒来可以喝。我吩咐道。我今年35岁，有一个相爱了20年的老公，一个4岁多的可爱女儿，父母健在，事业有成，还有1、2个知心好友为伴。我还有什么好追求的呢？我该相信我的老公，相信我们的爱情。我睡醒的时候，萧晨正一脸温柔地看着我，他在我额头上印下一个吻。一旁的女儿笑得眼睛弯弯的，像极了萧晨。我逗弄着女儿，萧晨争宠似的靠近我的怀里，变戏法一样给我戴上一串钻石项链，一摸就知道价格不菲。结婚这么多年，他总是喜欢给我制作惊喜。我看着他，从心底升起的暖意包裹了全身。对了，老公，我在国外进修时结识了一个朋友，你猜是谁？他指尖绕着我头发，搭话道：谁呀？威廉。萧晨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威廉是业内鼎鼎有名的室内设计师，他对国内装潢市场早就想了解切磋一番，而萧晨创立的品牌正想打开欧美市场，一拍即合。我朝他眨了眨了眼，虽然你是我老公，但我现在可是威廉的私人顾问呢，改天去你公司走走场。他的笑意突然变淡了很多，像是有些僵住了。什么时候？我突然想到了圆圆的录音，于是对他说：择日不如撞日，就现在吧。我仔细观察他的脸色，没发现什么异常，或许真是我想多了。吃过午饭，我们去了公司。这些年，我和萧晨都有自己的事业，
他的事情我基本不插手，我的事业他也帮不上忙。看着装修典雅的写字楼，我头一回意识到我和他竟已经拥有了这么多。我们离曾经从小城市走出来的少年少女已经好遥远了。他穿着西装，我穿着套裙，被打扮成小公主的女儿在中间牵着我们的手。萧晨调皮地将女儿提了起来，像荡秋千一样晃着。女儿的欢笑声和尖叫声充满了感染力，员工们纷纷驻足观看。生活毕竟不是霸总文，霸总不苟言笑，生人勿近。但现在当总裁的都要有一个良好的形象，家庭关系也代表了一个人的能力。连家都照顾不好的男人，怎么能顾得了整个公司？来到办公室，我自顾自坐了下来，还没说话，门被大力推开，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走了进来。萧晨哥，听说嫂子来了，快给我介绍介绍。是录音里那个女孩的声音，没礼貌，嗓门大，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。胡闹，你嫂子是你想看就能看的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，门都不会敲一下。萧晨摇摇头斥责道。我微笑着打圆场，没事，请进来吧。老公，这位是……虽然我是在问萧晨，但眼睛看着的却是这个小姑娘。我以为她会自我介绍的时候，她竟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了萧晨。只有女人才懂得这种怪异的感觉，她不对劲。这是何欢，你忘记了？是创业之初的元老了。哦，何欢变漂亮了很多，我一时竟没认出来。我点头问道：何欢现在是负责哪个部门？我可以先从哪个部门开始了解吗？萧晨有点尴尬地挠挠头，他现在是我的秘书。我抬起下巴，露出一个嘲讽的微笑。老公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既然是元老，怎么能让他做你的秘书呢？太委屈人家何欢了。女孩子睁大眼睛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。嫂子，你可别怪萧哥，是我主动愿意当秘书的。他话锋一转，不过嫂子啊，萧哥说我特别适合当秘书，会照顾人，这个办公室只有我可以来去自如。公司的事你也不懂，我都是听萧哥的。我说是个什么成分，原来是个小绿茶。我们大学的时候，萧晨是校草，是很多女生们的梦中情人，但是他向我告白后，就再也没收到过情书和告白短信了。女孩子们很聪明的，她们勇于追爱，却也知道及时止损。唯有一个女生是例外，当时的校花李梅。在我明确警告过她萧晨现在是我男朋友后，她仍然每天都会在我外出约会时，在门口堵我们，做出一副偶遇的样子，破坏我们的约会。李梅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世界上没有男人了，你非要盯着我男朋友？我愤怒至极。她不屑地看了我一眼，你配不上他，你不过是长得有几分姿色而已，家境也普通，比起我，你算什么？我被气笑了，但不能真的动粗。于是我和萧晨约会的时候，他只要跟着来，我就在他面前可劲地秀恩爱。亲爱的，你尝尝这个好吃吗？我嗲里嗲气。萧晨凑我咬过的地方咬了一口，也故作夸张。好甜呐，不过还是没我的宝贝甜。其实我俩都不是腻歪的人，但为了隔音李梅，很是如胶似漆了一番。后来恼火的李梅哭得梨花带雨，跟萧晨表白。那天我偷看到了，萧晨双手环抱，满脸冷漠地对李梅说：差不多就行了，做够了就各回个家。李梅抽噎道：我只是喜欢你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你喜欢一个名曹有主的男人就是错，你知不知道你很烦？明明知道别人有女朋友，还要舔着脸往前凑，贱不贱呐？李梅被他说的哭着跑开了，
从此再也没有纠缠过我们，远远遇到都绕路走。我进去的时候，故意问道：“怎么了？你怎么把李梅弄哭了？”萧晨故作委屈，可能是自卑吧，一进来就哭着跟我说他比不上我的女朋友，我女朋友又可爱又聪明，还是个小甜甜，对付绿茶自己出手太掉价了，这事儿就得男朋友来。从回忆中醒来，我看着萧晨，想听听他是怎么介绍这位合欢小姐的。怎么跟你嫂子说话的？没大没小，说你多少次了，要稳重。萧晨严肃道。合欢立刻认怂，娇滴滴地道：“对不起嘛，嫂子，其实我读书不多，也没什么特别的本事，只会做些端茶倒水的活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别生我的气了。”我看着他们一唱一和，突然觉得萧晨有些陌生，仿佛过去的事情都是错觉。萧晨的爸爸是一个美术老师，他从小耳濡目染，对设计很感兴趣。15岁那年，学校举行一次美术大展，老师说得奖的可以获得一条公主裙，并拍写真上本的宣传报。我太憧憬了，萧晨嘴角一笑，包在我身上。我知道他画画功底不错，但是要在众多美术生中脱颖而出，还是很不容易的。妈妈正说着我是臭美鬼的时候，萧晨敲响了我家的门，他的脸红扑扑的，像是跑着过来的。看我画的，你拿去换公主裙准能赢。两位妈妈捏着嗓子道：“亲家母，这算不算定情之物啊？”就这样，我拿着那幅画成功拿下了美术大展特等奖，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公主裙。我第一时间换上，快步奔向萧晨，问他好看吗？他红着脸回了我一句：“好看，像个仙女一样。”我穿上公主裙后，成了学校最拉风的存在。在那个小小的城市，人们对小孩子很宽容，我甚至登上了小城晚报的封面。我手举着那幅由我印上的萧晨亲笔签字的画作，自信满满。我不是特别惊艳的美，但报纸上的我笑得阳光自信，比太阳还耀眼。那是父母给我的勇气，也是萧晨给我的偏爱。他喜欢我，所有人都知道。大学毕业之后，他成功从事了室内设计，为这个城市大大小小的家庭设计出一个个温馨的家。公司主管是看着挺年轻的小伙子，是萧晨的学弟，从毕业起就跟着他了。我和声悦色地说：“带我到公司转转吧。”他看着我，突然嗤笑一声：“嫂子，你对萧哥的公司不熟吗？”我不明白他对我的敌意从何而来，一时竟有些懵了。萧晨怒斥道：“贤勇，注意你的态度！”叫贤勇的小伙子不仅没闭嘴，反而大声嚷嚷起来：“萧哥，我说的有错吗？她不是你老婆吗？我们创业之初最艰难的时候，她不在，是合欢陪你走过来的。住口贤勇，他来坐享其成，我没意见。毕竟是萧哥你的白月光，但是他凭什么对我颐指气使？萧哥创业的时候，你在国外潇洒，现在来摘胜利的果实了，你配吗？萧晨揪住的领口一拳打了上去，低声道：“瑞玲是我老婆，我不准你这样说她。”这时候，那个叫何欢的小姑娘又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：“萧哥，你别冲动。贤勇也是看不过眼，心疼你才这样说的，你先冷静。”真是一出好戏。我冷眼旁观，萧晨，你就是这样管理公司的？许是那么多年，我第一次这样全名全姓地叫他，他一下子慌了神。瑞玲，都是他们误会了，我和何欢什么事都没有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转头离开，一个人抱着女儿就走，坐在出租车上才掉下眼泪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回到家的时候，萧晨也恰好把车停好，
看来是追着我回来的。我气消了一半。老婆，别生气了，都是他们胡说八道的。他撒娇着过来蹭我，我推开他，如果不是你的纵容，他们会一个两个对我有敌意。萧晨，你到底在公司搞什么？萧晨连忙讨饶，故作委屈道：还不是因为你也不管我，从不来公司查岗，大家都不知道你的存在，你天天来看看我不就好了？我破涕为笑。公司年会的时候，威廉提前给我发来消息，说要趁这次活动正式入驻考察萧晨的公司实力和形象。他还特地寄来一条水蓝色公主礼服裙。我捧着裙子，像是回到了15岁那年。换上礼服之后，我站在镜子前给威廉致谢，并发去了照片。他很快回了信息，带着外国友人独有的夸张。老天哪，瑞玲，这件衣服真是太适合你了，你的皮肤像雪一样白，这件礼服很衬你，你简直美得像华夏神话里的织女。彩虹屁，我爱听。萧晨见到我的时候，本以为他也会满眼惊艳，可他却突然若有所思地怔了几秒，随后像是回忆起什么一样红了眼眶，一颗眼泪掉落下来。他朝我伸出了手，我的小公主。女儿哒哒哒跑了过来，扬起小脸，奶声奶气道：小公主在这儿，你妈妈才是我永远不变的小公主。妈妈是大公主，我是小公主。我从柜子里给萧晨挑了一条水蓝色的领带，他却阻止了，换一条吧。我有些可惜，难得有一条和我的裙子相匹配的领带。他笑了笑，握住我的手，那就这条吧，老婆开心最重要。我们进入会场后，模特正在走秀，气氛空前高涨。我整理好裙摆，刚刚坐下，给女儿喂了点零食，就听到了熟悉的欢笑声。何欢穿着同样水蓝色的裙子走了过来，她五官素淡，皮肤倒是不错，水蓝色的裙子衬得她像一朵小白花。嫂子，你也来了，咱俩真是有缘啊，喜欢的裙子都一样。她意有所指，是想说喜欢的人也一样吧？你很适合这条裙子。我站起身来，华丽的裙摆，凹凸有致的身材，雪白的皮肤。我凑近她，何欢，你鼻头有个痘痘，是粉底液不太行吧？遮不住。她摸了摸鼻子，往后退了一大步。萧晨着急地跑过来，瑞玲，你没事吧？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我能有什么事？何欢突然哭出了声，萧哥，我这就去把裙子换了。嫂子说我的裙子和她撞衫了。不是，妹妹，你可真会演呢。我刚要阴阳怪气，何欢的嘴角露出一个诡异的弧度。萧哥的领带还是我送的呢，我只是觉得水蓝色很好看而已。我转头不可思议地看向萧晨，他慌乱了一瞬间，然后烦躁的就想发怒。何欢轻轻开口，是在公司刚起步最困难的那一年，我送给萧哥的。萧晨神色软了下来，暧昧昏暗的灯光下，他俩竟然互相看着彼此，温情流动。我太了解萧晨了，就那一眼，我就知道，我爱了20年的男孩正在离我远去。我的心很乱，乱到完全没听清萧晨说了些什么，乱到威廉来到我身边，我都没有注意。当天晚上，年会还没结束，我就逃跑了，去了闺蜜圆圆家。她正在吊嗓，我直接开了她家大门。她看着脸色不好的我，心疼地将披肩披在我的身上。你还知道什么？我哑着嗓子问。圆圆反问道，你能接受什么？我说我可以接受一切真相。她把我带到书房，递给我一叠照片，照片上萧晨和何欢吻在了一起。我感到眼睛一阵刺痛，几乎要落下泪来。瑞玲，我不想瞒着你，
但也不想夸大其词。我觉得那个合欢不对劲，所以早在1年前我就开始盯着他们了。是合欢主动吻萧晨的，但是他没推开他。或许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。圆圆试图安慰我。我定定地看着他，不再言语。我拿着照片回了家，把照片甩在他的脸上。他慌张至极。不，瑞玲，你听我解释，是合欢主动的，我拒绝过他的。可是圆圆不会骗我，我笃定。可是眼前的男人已经不可信了。可是你把一个喜欢你的女人留在身边当秘书。我冷笑出声。我创业之初，他就陪在我身边不离不弃，我不能把他开除，那太不厚道了。你为什么不能考虑考虑我呢？萧晨反驳道。你自己说这话，你信吗？我毫不犹豫地甩了他一巴掌。他想当三，难道你也没有分寸吗？为什么不推开，不拒绝？萧晨身上带着酒气，今晚他似乎格外暴躁。她是我共患难的女人，林瑞玲。她不像你，她是陪我走过低谷的人。我创业最艰难的时候，好几次濒临倒闭，都是她陪在我身边。萧晨嘶吼出声。陪着你的人多了去了，老李、林峰，他们不都是一步步陪你过来的吗？凭什么就他合欢特别？我反问道。萧晨冷静下来，他问道：那你呢？你又没有陪我走过最艰难的路，凭什么在这里指责我？我的眼泪突然掉落了下来。萧晨，你在说什么混账话？大学毕业后你就去了国外，你在国外过得风光无限，应该不知道我在国内有多辛苦吧？贤勇说的没错，我成功之后你回来了，我爱你那么多年，所以娶了你。可你为什么连我公司的事情都要插手管？看到我的眼泪，他下意识地想帮我擦拭，却又收回了手。萧晨，你就是个混蛋。我自己擦了把泪，转身离去。我在名城有套小公寓，打我结婚后就一直没来住过，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。我有点自嘲地笑了笑，眼下没有更好的去处了。闺蜜圆圆和萧晨一直在给我打电话，问我在哪儿。我回了圆圆后，索性把手机关了机。躺在我80平米的温馨小卧室大床上，我回忆起了从前。大3那年，萧晨在校外搞了一个工作室，他自己跑业务，我帮他在网络平台宣传，工作室慢慢有了起色。他总是抱着我说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，我就是望他的。我每天和他嘻哈哈，但是心里压力很大。我是学建筑的，萧晨选择了室内装潢，我沉醉于设计。我不想就这么在国内蹉跎，想寻求更好的发展。于是当辅导员特意找到我，问我愿不愿意去国外继续深造时，我答应了。我爱萧晨，但我也爱我的事业。人生不是单行线，我的事业和爱情我都不想放弃。但在最美好的年华，我想拼我的事业。我和萧晨告别，他红着眼睛警告我，如果你敢在国外交其他男朋友，我一定会抛下一切把你绑回来，要每天回我消息，每天拍一张照片，我会想你。我一一答应，踏上了进修的道路。那是10年前的事儿了，当时只身一人在国外留学，受到国外学生的歧视和排挤，被很多人看不起，这反而更激起了我的好胜心。我们不会比任何人差，我们甚至能做到做好。我怀揣着坚定不移的信念，拼了命地学习，不停参加各种比赛。每次萧晨打电话来的时候，我只会报喜不报忧，跟他说我过得很好，让他不用担心。其实我过得一点都不好。有一个同宿舍的舍友，在一次晚自习晚了点回来，路上被尾随，
全身伤痕累累。我报了警，在国外这种案件多如牛毛，警员压根就不会管。何况我们还是留学生，他们更是爱答不理。最后，舍友想不开，在一个我还没睡醒的清晨，从20层高楼的公寓一跃而下，惨不忍睹。我做了1年的噩梦，精神就在崩溃之际，很长时间无法正常上课和创作。人似乎总是要经历一些挫折才能成长，最困难的时候，我甚至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。但我仍然走了出来，甚至没有惊动远方的父母和爱人，怕他们担心，怕他们难过。终于在一次国际建筑设计大赛中，我靠几个月的不眠不休的创作灵感获得大奖。有谁的成功是容易的？萧晨责怪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没陪在他身边，可我在痛苦的边缘挣扎的时候，他也没有陪着我。人生是一叶扁舟，在行驶中会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，会遇到相濡以沫的爱人，会遇到想要一生守护的家人，但起点和终点都是孤单的。与其陪他共患难，不如顶峰相见，这就是我的人生观。现如今，他既然有了外心，我就放过他。第2天，我打开手机，未读消息铺天盖地，我没有理会，只是找律师拟了离婚协议。我回了一趟家，不过1天，他看上去憔悴极了。你去哪儿了？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把协议书放桌上，言简意赅，离婚吧。他一脸难以置信地睁大眼睛看着我，就因为这件事你要和我离婚？我都解释过照片的事情了，我跟何欢是清白的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满意？我平静地看着他，我也是一夜没睡，现在满脸憔悴，你我都清楚，不单纯因为这件事，你在我们婚姻中开小差了，萧晨。我放缓语气，你很介意我在你奋斗最艰难的时期没有陪在你身边。对，我是介意你那几年没有陪我，所以你不该道歉。我叹了口气，我问心无愧。我昨晚查了，那个叫何欢的女孩，1没学历，2没智商，3没业务能力，4没背景。要说她在萧晨创业阶段能帮到他什么，我是不信的。不过就是端茶倒水，这怎么能算陪伴？这又怎么能算那可笑的共患难？萧晨把协议书狠狠地摔到地上，我不会签的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不能离开我。我揉了揉眉心，看着那份协议书，痛心地说，萧晨，我从没有离开过你，你好好看看协议最后那几条吧。协议书的最后，财产分割那一块，我拥有萧晨公司25%的股份，署名为瑞晨。那年，我在绝望中找到突破口，突然灵感爆发，帮当地有名建筑大奖设计了一款图纸，凭借着这个设计打响了名头，一时间获奖无数。当时有很多公司申请要买断我的专利，我想都没想就卖了，把所有的钱以投资人瑞晨的名义投到萧晨的公司。因为当时我从侧面得知他的公司正处于低谷，正是他的至暗时刻，我的帮助让他瞬间可以起死回生。他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，难掩兴奋地说，瑞玲一定是一位有眼光的投资人，他救了我的公司。瑞玲你知道吗？他救了我。我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口，我想要平等的情侣关系，所以不愿让他有所负担。你是瑞晨，你就是那个瑞晨。他的眼珠子布满血丝。竟然是你，竟然是你，我早该想到是你。瑞晨，不就是你和我名字的组合吗？我从未离开过你，是你开了小差，是你的默许，让你所有的下属不尊重我。
贤勇说我这个正是回国坐享其成，硬是拆散了你和何欢这对璧人。何欢更是可笑，居然说我不被爱才是小三。萧晨，结束了。我轻声道。他站起身，把离婚协议撕的，把我禁锢在怀里。林瑞玲，我不会让你走的，除非我死了。我从15岁那年我就喜欢你了，这辈子死也要死在一起。现在不是很好吗？我知道你一直陪着我，从未离开过我，我原谅你了。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。他声音颤抖，想必是对自己的话非常没有自信。我对他感到失望至极，到最后他仍然介意我没有陪伴他的那几年。我推开他，转身离开。我们还有一个女儿，你忍心丢掉女儿吗？他平静地道，威胁的意味昭然若揭。我夺门而出，他没有追上来，但是我知道事情没那么容易结束。果不其然，晚上他爸妈、我爸妈、他和女儿6个人浩浩荡荡找上了我躲避的房子。我在名城有很多房产，唯独这套公寓是偷偷买的，地方很偏，不值什么钱，但却是我的灵感花园。我灵感枯竭的时候，就会来这里，把自己关个3、5天，不停改图纸，直到满意为止。一进门，婆婆就大哭着跟我道歉：“瑞玲啊，是我没教育好阿晨，现在他已经把那个女人辞退了，他们什么都没发生，你就原谅他吧。”从小到大，婆婆一直对我很好，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这几年眼睛得了白内障，我一直花钱给她养着，现在好多了。公公更是愤怒地一脚踹在萧晨腿上，让他跪下给我道歉。我爸妈连忙把人扶起来，妈妈斥责道：“瑞玲，你也不要做得太过分了，大度一点。阿晨已经认错了，再说他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，精神出轨还不算出格吗？肢体上的暧昧不算出格吗？非得抓锯在床，看着双方才算出轨？多可笑啊！都在打着为我好的名号，让我退让。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也应该为小维想想。他才4岁，就要面临单亲，他得多难过。6个人，6张脸，围着我，端坐在沙发上。我站在中间，像是被打成的右派，正在接受批斗。可惜，我注定要让他们失望了。我的眼里容不得半粒沙。妈，以前我小时候，爸爸跟院子里的寡妇多说一句话，你都要骂他半天。你当时怎么不大度一点呢？阿姨，既然您知道是萧晨的错，就应该去骂他，而不是来劝我。婆婆一愣，我连妈都不愿意叫她了。够了，林瑞玲，哪个女人跟你一样，天天抛头露面的，还动不动出国深造，家也顾不上，也就萧晨能忍你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我爸朝我大喊道。我反唇相讥，你住着我给你买的大房子，用着我给你雇的保姆，开着我给你买的车，现在你帮着别人来攻击我。我要是没有体面的事业，没有经济能力，你今天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？我是经常出国，在忙自己的事业，可是我的女儿自小我就带在身边，亲力亲为。你们4个老人，谁见过萧晨独自照顾过小维？女人怎么了？女人就该躲在家里相夫教子，伺候男人。我赚的不比他少，对家庭的付出不比他少，现在有错的人是他，凭什么说我不说他？我出国为了自己的事业而打拼，其中的艰辛又有谁知道？我还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吗？我没想到，这倒成了我被诟病的方式。我的老公埋怨我没有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陪着他，我最无助、最危险的时候，你又何曾问候过我一声？萧晨反驳道：“那是你没有说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国外过得怎么样。但是
我对你的爱永远都不会变。要是我知道当初帮我的人是你，我一定会更爱你。我发誓。男人的誓言很重要吗？很可信吗？结婚的时候，你也跟着发过誓，你这辈子心里只有我，永不变心。婚礼那天，我穿着雪白的婚纱缓缓走向他，他的手都在颤抖。看到我的一瞬间，豆大的泪珠滚滚落下。我相信他一定爱极了我，但是我也知道，在某一个瞬间，他对何欢动了心。爱的证据很明显。女儿小维看气氛不对，哇哇大哭起来。萧晨像是抓住了救星一样，你就忍心伤害我们的女儿吗？他想对我道德绑架，见我无动于衷，又发狠地威胁我，如果你执意要离婚，我不会让你见女儿的。我笑了笑，抚养权会是我的，你真当这些年我白混了？很快，他们一行人除了女儿都被我赶了回城。我抱着女儿问道，如果妈妈和爸爸要分开，你想和谁一起生活？女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，这可是我亲自带大的女儿，她爸顶多是每天晚上逗弄她，弄哭了就丢给我。这么多年算是自由职业，除了搞设计，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到了家庭上。我照顾父母，体贴公婆，照顾孩子。许久，女儿扬起小脸问我，妈妈，不要和爸爸分开好吗？奶奶说，要是没有爸爸，我就没有家了。我摸了摸女儿的头，宝贝，妈妈给你一根棒棒糖，你刚吃了一口就被狗舔了，你还要继续吃吗？女儿狠狠地摇头，不要不要，太脏了。现在爸爸就是那根糖，所以妈妈也不想要他了。女儿沉思很久，妈妈，以后我要是有糖，我一定会好好看住它，不让狗舔到。我哑然失笑。我和萧晨最终还是离婚了，他尝试着和我争抚养权，但没争过我。哪知我妈突然打来电话，就你傻，要个女儿在身边拖着，他们就是故意装作要跟你抢女儿。其实他们根本不想要小维，还一个劲儿的让萧晨马上跟那个女人结婚，尽快给萧家生孙子呢。我嗤笑不作声，没想到萧晨一个高材生还介意自己女儿的性别，真是离婚见人品。笑笑不置可否，女儿是我生我养的，我不会放弃她。之后我开始带着女儿环游世界，到各个国家吃喝玩乐，好不惬意。无意中听闻萧晨扭不过家里，主要还是何欢的绿茶手段高超，他直接登门入室，到萧晨家对俩老虚寒问暖，把两个老人家哄得合不拢嘴，使劲催萧晨娶了她过门，还夸何欢一定是个贤惠的媳妇。想当初萧晨他妈也是如此夸过我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两家的情谊越走越淡了。萧晨似是勉为其难一样迎娶了何欢，最高兴的当属他的学弟贤勇了。圆圆拍给我的视频中，何欢笑颜如花，贤勇像极了舔狗，帮他整理着婚纱。我关掉视频，看着远处自由奔跑的女儿，萧晨也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过我们了，新婚燕尔，更是无暇搭理小维了。之后的日子，时不时会从我妈口里得知何欢结婚后就在家当起了少奶奶，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生活。结婚后的何欢面目尽露，奢靡程度令人啧舌。他每天不是逛奢侈店，就是在购物的路上。当得知我分走了萧晨一部分股份后，他逼着萧晨要我返还婚后2套房产，恬不知耻的想要更多。萧晨一开始还哄着，后来发现根本不在一个频道，干脆躲在公司不见他。何欢可不是省油的灯，他自己就是小三上位，知道小三的威力。于是天天跑到公司盯着那些女员工，
摆着老板娘的架势，用言语打击年轻漂亮的小姑娘。慢慢的，人人自危，大家都怕老板娘出现，工作气氛总是处于紧张状态。很多有能力的员工开始跳槽，公司业绩越来越堪忧。萧晨仓落到要亲自去跟对家谈业务。威廉联系我说，你前夫的公司再这样消沉下去，准会垮掉，离开你是他这一生最大的损失。我笑不语，不说前夫，但是朋友，我也不希望他过得不好。这天，我和女儿刚回国，在花园里玩，突然有人按门铃，女儿屁颠屁颠去开，一声爸爸，叫停了我手中的动作。萧晨来了，算一算，他已经半年多没有见过女儿了吧。我端着果盘走出去，让小维去洗手吃水果。瑞玲，你们还好吗？我看着眼前胡子拉碴、面容憔悴的萧晨，恍如隔世。瑞玲，萧晨欲言又止，我对不起你和小维，我已经跟何欢提出离婚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我冷漠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你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女儿，我很高兴，其他的事情就算了吧。萧晨放下给小维买的芭比娃娃4件套，讪讪离开了。何欢不知怎么知道萧晨来看女儿的事情，居然跑到我家大吵闹。果然是没教养的，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很强烈。林瑞玲，你这个恶心的女人，离婚了还缠着萧哥，要不要脸了？小维正在午睡，为了不吵醒他，我走到门口与他对峙。你跑到我这里大喊大叫，萧晨知道吗？我环抱于深讥讽地看着他。你别那么嚣张，萧哥爱的人是我，他说你就像块木头一样不解风情，不像我，任何时候都可以给他温情的享受。你别想着能把萧哥抢回去。我嗤笑一声，小姑娘，我不要的东西丢了垃圾桶，你说我还会跟一个拾荒人士争抢回来吗？我就不怕脏了手。你说什么呢？说谁是捡垃圾的？我不想跟这样的女人胡搅蛮缠。想着小维就快要起床了，我直接拨出萧晨的电话，麻烦你把你的夫人带走，不然我要告他扰民了。电话刚挂下不久，萧晨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，他死命拽着何欢往车里塞，何欢就是不妥协。我不走，我要你答应我，再也不许跟他们母女有任何瓜葛，不准再见他们。我上前拉开萧晨，扬起脸对他道，你老公是我女儿的父亲，教育和陪伴是父母双向的，毫无瓜葛是不可能的，劝你死了这条心。何欢气急败坏，冲过来就要动手打我，我一下没反应过来，被他的爪子划在了脸上。我对着后车镜看到2条深深的伤痕，心里的怒气顿起，想想我一个人在国外都没有这样给人欺负过，今天竟然被这无耻的小三动手。我甩了甩头，反手就给了他2巴掌。给你脸了是吧？随后拿起手机直接打起了物业电话。喂，物业管理处吗？148栋别墅，这里有个疯子正在袭击业主，麻烦尽快派人来。何欢一听我叫了安保，情绪更抓狂了。你闹够了没有？啪！随着萧晨一声怒吼，巴掌应声落在何欢的另一边脸上。你打我？你居然打我？你为了这个女人打我？你说过我是你共患难的人，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女人，你却为了一个狠心离你而去的女人打我。瑞玲从未离开过我，在公司最低谷的时候，就是她救活了我，如果没有她，哪有我的今天？如今是我把她弄丢了，我的公司也濒临破产，都是被你做没的。现在你满意了吗？没文化，还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，
天天跑到公司给员工施加压力。现在公司的人不是被你炒掉，就是自己辞职，公司只剩一具空壳了。何欢睁大眼睛看着他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么大的公司怎么会变成空壳呢？你不是说一年可以盈利几百万的吗？难道都是骗我的吗？我可不想跟着你过苦日子，我陪你走过最艰难的时刻，本想现在苦尽甘来，没想到没过几天好日子就要破产了，你要赔偿我的损失。何欢哭闹着要萧晨负责，两个人就在路边上拉拉扯扯。我想安保应该马上就来了，摇摇头，自顾自上了楼，把舞台交给他们这对渣男贱女。半个月后，无意中听我妈在闲聊时说，何欢把萧晨公司仅剩的最后一笔遣散费偷偷卷跑了，害得萧晨付不起员工的工资，他爸妈只好卖掉名下一套房子凑钱给他作为员工的遣散费。他的公司也彻底宣布破产。萧晨他爸还一度被气得住了院，心梗差点没挺过来，人救活了，只是下半辈子要在轮椅上度过了。两个老人瞬间苍老了许多。萧晨想报警追回何欢卷走的款项，无奈被告知那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他有权支配，报案无效。萧晨欲哭无泪，整日借酒消愁，喝醉了就到公司楼下坐着发呆到天亮。眼看着自己一手创建的公司被拆去了招牌，换上了新装，他一时间难以接爱，跑到写字楼趁着醉酒疯狂打砸撒泼，结果被请去了警局。那天深夜，萧晨他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我正灵感爆发在赶一个设计。突如其来的电话，我没怎么理会，就直接挂了，并把屏幕向下，眼不看心不烦。凌晨3点，当我完成设计后哈欠连天，准备去休息时，才看到他打了几十个电话。我想了想，还是起了恻隐之心，回拨了过去。瑞玲，你终于肯接我的电话了，阿姨求你救救萧晨吧。我把女儿连夜送到闺蜜家里，到达警局时，萧晨的酒早已醒了大半，正伏在桌子上颓废的不行。看到我时，他那双血红的眼睛瞬间就绷不住了，流下2行滚烫的热泪。瑞玲，真的是你吗？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，我就知道你不会离开我的。他开始呜咽着。我避开他，跟警方那边交代了一下情况，还有对方公司的赔偿。最后人家看在他是初犯，又喝醉了，才没继续追究。在送他回去的路上，他一直定定地看着我，我看着后视镜痴呆的他，心中毫无波澜。萧晨父母曾找到我妈，希望我妈能说服我跟萧晨复婚，他们很想小维等等。我妈也看清了这家人的真面目，早就不吃这一套，都只是听听就好，一点也不放在心上。久而久之，他们也没脸再提这事。这天，我带着小维和闺蜜圆圆在餐厅吃饭，无意中碰到以前认识的一个粉丝，他找我想跟我合张影，说很钦佩我的设计。当他打开手机屏保时，我看到一个男的拥着他，原来是贤勇，不禁一笑。林老师，这是我男朋友，你认识他？我点头表示认识。真的吗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好吗？我们刚认识1个月，还不是很熟悉。我低头不语，给了一个眼神，让他自己品味。女孩子很聪慧，马上明白了我的暗示。她跟我说，她在名城最大的建筑设计公司上班，老板当她是兄弟，她算公司半个合伙人。我应不应该相信她？女孩很认真地问。我还是笑笑，姑娘，相信自己的直觉。你会这样问，说明你也是有所怀疑，所以跟着感觉走，多半不会错。
想着贤勇当时极力撮合萧晨和何欢，对我充满敌意，我就知道有这样的下属在公司，发展不可能长久。果然，萧晨还没正式宣布破产，他就把公司剩余的资源挖走了，让萧晨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，彻底没了希望。萧晨走到这一步，我不为之感到高兴，但也丝毫不影响我和女儿活得精彩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投稿自己的故事，我来讲述分享给大家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